小师弟一定会成功的。天地派系的几位师兄对着上空处的巨大光球喊道，同时他们对萧炎也是非常有信心，不然的话也不可能会成为丹神塔之主的亲传弟子。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位小师弟的天赋比起那些超神巅峰势力的神交还要高很多。萧炎，我等你顺利领悟完整的大道，到时候你便是整个诸神万界的传奇。吴雪的心里那是一个开心，虽然在这等待的时间比较漫长，可是他很相信自己男人一定不是寻常人，要不了多久就会证明给万界中的所有神器看，他们都未曾达到的高度，萧炎将会登上去，证明给他们看。那位圣花殿殿主也没有离开，因为他也很好奇以及期待萧炎、林动牧尘三人是否顺利领悟自己的大道机缘路。因为对于他来说，想要领悟完整的大道之法并非容易的事情，即便是他在领悟完整圣花之道的时候都无法深入其中的玄妙，不然的话大道主神也不可能会如此的稀少。这也证明了突破大道主神的困难重重。在光球世界中，三个区域各自散发着不同颜色的光芒，它们相互映衬，却又泾渭分明。灵动所代表的五道区域是一片莽荒世界，森林茂密，古木参天，灵动的身影在森林中穿梭，每一拳每一脚都带着山河破碎的威势，仿佛在与天地对话，锤炼自身的武道意志。以武入道牧尘所在的区域则是广袤无垠的原始世界，在这片原始的世界中，宛如世界之初的空间，牧尘如同一位原始之神，他的身影在这原始世界中飘忽不定，而身后的那座大道金身所散发出来的原始道法不断地融入到这片原始世界中，引得风云变色。而牧尘与这里的天地似乎同呼吸共命运，原始道法已然逐渐地被自己领悟。而萧炎的仙池则是一片宁静的所在，水面清澈见底，倒映着天空的云卷云舒，两道身影在仙池中静坐，二人裸露上身，在水面上洁白的肌肤以及那凸显出的完美幅度都在彼此交换的眼神中。不过他们的周身环绕着淡淡的白色雾气，仿佛置身于仙境。萧炎的表情平静而又专注，双手结印，一道道精纯的能量从他体内涌出，缓缓地在仙池上方形成一个又一个复杂的法阵。他正在寻求那完整的大道之法，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凝聚了他的智慧与毅力。而那道倩影此时的面色看似有些疲惫，似乎经历了一场大战一般，不过这种疲惫是一种特别的释放，在这释放之下，他体内也开始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转变，似乎他也能够触及到自己的道法，并且在血脉力量的涌动下，他很快便是掌握了自己道法的法门。整个光球世界充满了神秘与静谧，三个区域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仿佛是三个不同的大世界，系统承载着萧炎、灵动牧尘以及云韵对自身大道的探索与追求。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来算，大道机缘路降临的时间为10年左右，如果在这10年时间里他们能够在其中领悟完整的大道，那么他们就能够顺利突破天位桎梏，成为货真价实的半道神或者是大道主神。不过如果在这10年的时间里还没有领悟自身的大道之法，那么也就无法顺利的突破成为半道神以及大道主神了。但是萧炎有花仙子化为领悟完整大道的关键，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因为花仙子的花仙之道在万千之道中都属于很特别的存在，它是能够与任何万千之道都可以融合，并且引动其他大道的能量来激活那些大道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万界圣子与花仙子进行双修就能够提高对完整大道的领悟。在这10年的时间里，或许对于他们这些神奇来说不断多么久远的时间，毕竟这10年就是他们眼睛一闭一睁就会马上过去。所以在那光球世界中，三道区域开始逐渐的爆发出恐怖的玄妙能量，这便是代表着萧炎、灵动牧尘三人已经引动自身的道法。只要在这10年的时间里他们三人能够顺利领悟，那么在10年之后，整个诸神万界也都会一颤。如果他们三人都是领悟了完整的大道，那便是纪元尊之后又有大道主神的诞生，同时还是3位大道者，这简直就是能够轰炸整个诸神万界的一个巨大重磅消息。然而在萧炎、灵动牧尘领悟完整大道的3年后，第一等级世界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大事件，神奇联盟高层人物全体出动，同时派出了9大副盟主以及9大神祭司，这18位可都是半道神级别的恐怖存在。他们率领着天军神战队，分2批超级大部队，入侵了无量神界以及万兽神界。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大举入侵，无量神界以及万兽神界的所有万物神灵皆是在第一时间齐聚，一同抵抗神奇联盟的入侵。可是神奇联盟这次大举入侵，派出高层所有成员，就是要势在必得。半道神的威慑力足以轻松地碾压那些天位神，即便是高阶天位神还是巅峰天位神，全部在神奇联盟这一次的入侵进攻下纷纷陨落。无量神界的最强存在也在长久的闭关下出关，而无量神山之主也顺利的领悟到自身的所修之道，但也并非领悟了完整道义，但他也顺利的突破的天位桎梏，迈入了半道神领域，拥有着半道神力的玄妙能量。还没高兴多久，就遇到了神奇联盟大举入侵无量神界的事变。当有外来者入侵无量神界时，无量神山之主自然不会袖手旁观。那4大山之主虽然早已经败下阵来，
可在最后的危机时刻，无量神山之主降临，强大的半道神之力量爆发出恐怖的威压，震杀了一大半天军神战队的成员。不过，当面对神器联盟这一次派出的10数位半道神级别的高层人物时，无量神山之主的脸色立马变得无比的凝重。这一战怕是凶多吉少。神器联盟真是好大阵仗啊！为了对付我们，竟然派出了9位半道神。无量神山之主脸上虽然镇定自若，可在他的心里已经决定了必死的决心。虽然他成功迈入了半道神领域，可是对方乃足足的9位半道神，而且每一位半道神的实力都在自己之上，自己这初阶半道神恐怕今日会陨落于此了。哈哈哈！无量神山怕是已经还有自知之明了吧？今日我们不仅要你们的命，还要让整个无量神界彻底的毁灭，而且是永久性的。什么意思？永久性毁灭？你们想要？无量神山之主似乎猜到了对方入侵他们无量神界的真正意图，神色直接大变。那可是整个无量神界的核心之物，如果被夺取了，那么其代价就是永久性的毁灭，并且无量神界中的所有万物生灵神灵也会随着神界的毁灭而死亡。呵呵呵，你想的没有错，无量神界的苍穹之心我们要定了。风神祭司阴阳怪气地说道。不可能，我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你可知道失去了苍穹之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这个神界中的所有生灵万物都会毁灭，那种代价绝不允许。无量神山之主立马怒喝大喊，对于这样的事情发生，绝对是一场毁灭的结局，那种代价可是会付出彻底的失去一个神界，而且永远不会再恢复过来。没办法，因为有人要那个东西，你就做好牺牲的准备吧。说着，9大神祭司立马催动自身那特殊的能力，准备先将无量神山之主这个绊脚石给抹杀，而至于其他神灵，那么就随着无量神界的毁灭而毁灭吧。感受到9大神祭司神山的那种从来没怎么见过的特殊能力时，他的眼神则是有些惊异无比，身体似乎都无法行动了，仿佛被支配了一般。他骇然道：你们身上的力量是怎么一回事？没有神元之气，可是却是有这一种如此特别的能力，神器联盟中怎么还有这样的存在？无量神山之主想破头脑都想不明白，他们究竟是什么人？虽然是神器联盟的高层人物，可为何会有这等让无量神山之主都感到无比特别能力？就感觉自己所有的行动和力量都被对方给支配了。是不是很惊讶？我们的力量为何与神器联盟的其他人物有所不同？不过你到死都不会明白我们的真正身份。9股可怕的特殊能量直接将无量神山之主给笼罩在了其中，恐怖的压迫感直接令得无量神山之主的道体出现了伤痕，而且很快就流出了鲜红的血液，就连骨骼都发出了滋滋声，仿佛要快承受不住要爆体了一般。可恶，我的半道体和半道神力根本无法运转，而且仅仅一个瞬间，我的半道体就出现了伤势，这究竟是何等可怕的力量才能够做得到？无量神山之主的眼神变得暗淡下来，他根本无法还手，虽然无法还手，可是他的坚强意志依旧驱使着他时刻保持清醒，他的表情在恐怖的威压之下显得异常的扭曲狰狞。你们不要以为击杀了我就能够得到苍穹之心，如今的苍穹之心被神法大阵封印，即便是你们9位加在一起也无法将神法大阵打破。一道坚决不放弃的声音从无量神山之主的口中艰难地吐了出来。你说的神法大阵的确不是我们能够破除，不过你以为我们会是没有准备过来吗？这里的神法大阵我们早已经了解透彻，想要在外面破除神法大阵确实有难度，但如果我们是从里面破了这神法大阵呢？风神祭司诡异地一笑道。什么？从里面破了神法大阵？听到这里，无量神山之主顶着全身传来的疼痛狰狞笑道，不管你是从外面还是里面，都无法轻易的破除。不要忘记了，这无量神界的神法大阵乃是传说中那位无上部下的大阵，你们觉得这么好被风破除吗？如果换作是之前这里的神法大阵没有被破，或许没有可能，可是经过那一次这里的神法大阵被破后，虽然用绝世神器替补了这里的大阵之眼，但在我们丢入诱饵之后，你还觉得这里的神法大阵还会无法破除吗？诱饵？无量神山之主愈发的觉得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在自己的心中不断的浮现。对，没有错，想必你应该也猜到了我所说的诱饵是什么了吧？闻言，无量神山之主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一道灵光，整个身躯皆是一震，惊呼道：难道是之前被与大地之手一同被封印被禁去的那个人？哈哈哈，没错，你到现在才知道已经晚了。经过那么久的沉淀，想必他已经在魔母的塑造之下，应该已经脱胎换骨，如今的实力怕也都是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与蜕变，即便是你也已经不是其对手了。
风神祭司突然大笑起来，对于这些人，他可是一个都不放在眼里。不过碍于对方也是一位无量神界之主，那起码也稍微给点他面子，让他在死之前感受之下原本在希望上跌落到黑暗深渊中的绝望过程。这才是诛杀一位半道神最狠的手段。好了，接下来你就在死之前刚刚看看什么叫做绝望，什么叫做无能为力。出来吧，摸摸。在无量神界的中心，这里是一处无量神渊之地，9大神祭司的身影以及密密麻麻的天军神战队成员站立在空间中，他们的双眼如同深邃的黑洞，凝聚着无尽磅礴特别的灵源。他们口中低沉的念出让人听不懂的魔咒之语，声音如同古老的鼓点，激荡在每个神灵的耳膜上。突然间，随着魔咒之语呼出，无量神渊的大地竟是开始剧烈的颤抖，仿佛任何万物都无法逃脱这命运的撼动。万物神灵的目光聚焦于那9位神祭司的身躯上，他们感受到了9大神祭司身上的那股特殊的能量波动，让得他们是前所未有的恐慌。